妻子再次跟初恋搞暧昧后，我提出离婚。你至于吗？话不多说，离吧。妻子一脸的不耐烦。行，反正也不是第一次，每次都是冷静期，没过3天就反悔。这次要是有种，就多忍几天，免得我看见你这张脸就一肚子气。我没说话，转头离去。他说的对，我提离婚已经不是第一次，每次都不忍心，最后不了了之。但他不知道，我已经下定了决心，这次我不会再回头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江山冷淡地望着我，他皱着眉，眼底露出丝丝不悦，好似我才是那个无理取闹的人。可明明是他趁着我出差，跑去王宇家给他做饭，心甘情愿当保姆。也是他默许王宇的女儿管他叫妈妈。王宇挑衅我，说我留不住老婆，他默不作声。王宇的女儿讥笑我，扬言他和王宇才是天生一对，他不闻不问。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他有错在先。我忍过，吵过，闹过，只是这一次，我忽然觉得累了。我想给自己一个解脱。我有什么错？就一顿饭，你至于吗？江山费解地问我。我能从他的眼里读出不可理喻。或许对他而已确实只是一顿饭吧，可在我眼里却不是这样。他特意趁着我不在家的时间段，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，跑去别的男人家里做起贤妻良母。王宇的女儿追着他叫妈妈，他不仅不反驳，还欣然接受。他很享受这样一家3口的日子，仿佛他们才是真正的夫妻，我倒成了见不得人的小三。而这样的情况，我已经遇到不止一次。就因为一顿饭？是，也不是。但是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现在都已经不重要了。话不多说，离吧。我淡淡开口。江山的脸上渐渐变得不耐烦。果果生下来没多久，王宇就离婚了。他从小就没有妈妈，王宇又总是加班，不能好好照顾他。我跟王宇认识这么久了，有时间，也有精力，能帮衬点就帮衬点，这难道很过分吗？江山说的理直气壮。江琛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到底在闹什么。他拧紧眉头，眼里全然没了爱意，全是疑惑与苛责。闹？又是这句话，一句我不知道你在闹什么，将我所有的委屈与不甘付诸流水。似乎我的抗争于他而言，只是一场令人无语的笑话。面对他那张脸，我实在无法说服自己再去忍耐。毕竟，我的忍耐换来的只是他的有恃无恐。就当是我闹吧，总之你先把离婚协议书签了，然后挑个日子去办手续。我说。江山愤怒地盯着我，我的对峙已经耗光了他所有的耐心，他也不再与我迂回，而是冷冷地说道：行，反正也不是第一次，每次都是冷静期，没过3天就反悔。这次要是有种，就多忍几天，免得我看见你这张脸就一肚子气。我没说话，转头离去。他说的对，我提离婚已经不是第一次。王宇离婚后，江山给他打了1晚上的电话安慰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很不爽了。那应该是我们第一次吵架。我张口就说要离婚，但其实只是气话，他却说离就离。后来离婚冷静期第3天，江山坐在沙发上吃西瓜，随口问了我一句吃不吃，我的气就全消了。第一次离婚到此为止。第2次提离婚是王宇的女儿过生日，嚷嚷着非得在我家吃生日蛋糕。我想婉拒，江山却二话不说，宁愿请假也要陪那个孩子。就是那场生日派对上，王宇的女儿第一次喊了江山妈妈，江山愣了下，接着满口答应。王宇笑着说小孩子不懂事，却没阻止。江山也摆了摆手，说孩子爱怎么叫就怎么叫。不出意外，我们又吵架了。不过同样的，冷静期不出3天，江山就给我打来电话说妈想我们俩了，喊我们抽空回老家吃顿饭。我就此又打消了离婚的念头。这样反反复复，不知道过了多少次，每次都是我不忍心，最后不了了之。但这次，我已经下定了决心，我不会再回头了。我走在漆黑的大街上，天空还下起了雨，我只好就近找了个酒店先歇下。我把淋湿的衣服放在空调口吹风，然后去浴室冲了把澡。刚出浴室，手机铃声就响了。接听后发现是王宇。江晨，
听说你跟珊珊又吵架了。他故作关心道：“关你什么事？我听珊珊说了，你们吵架是因为我。”他知道的倒是快，估计又跟江山煲电话粥了吧。江晨，你别误会，我跟珊珊从小一块长大，我只当她是妹妹，我们之间真的没什么。她来我家照顾我跟果果，也是因为果果很依赖她，把她当妈妈一样看待。果果年纪小，什么也不懂，我代她向你道歉，你别怪她。其实说到底，咱们都是男人，男人就该有担当。珊珊既然是你老婆，你就要多关心她，体谅她，别老是跟她吵架，破坏夫妻感情，何必呢？是不是？话我已经跟你说明白了，你要不就抽空找个时间跟珊珊道个歉，和好算了。闹成这样，谁都不愉快。王宇一股脑说了许多话，看似好言相劝，实则一边在推脱他的错，一边把责任全都推向我这边。他说话一向很有一套，明明每句话都极其刻薄，说出来却让人有种善解人意的错觉。江山就很吃这一套，用不着你在这里假惺惺。我不留情面的回复他：“王宇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口头上一直说把江山当妹妹，却每次都做出出格的举动，还拿自己的女儿挡枪。你也有脸对我说出这种话？家里没镜子就撒泡尿照照，看看你是什么样的恶心货色。”江晨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话要是让珊珊听见，她会怎么想？王宇应该是气得不行了吧，竟然想到拿江山威胁我的戏码。我都要跟他离婚了，管他怎么想。他就算来了，我也要连着他一起骂。我如实说道。王宇沉默了，电话里却传来稚嫩的辱骂声，是王宇的女儿。你这个坏蛋，不准骂我爸爸！你滚开！不要跟珊珊妈妈在一起！我要爸爸跟珊珊妈妈结婚，我爸爸最厉害，他们最般配了。你是坏人，我不喜欢你。小孩本来是一张纯洁的白纸，却被王宇教成这副样子。果然有其父必有其女。我冷哼一声，毫不客气地说道：“你不喜欢我又怎么样？你爸爸再厉害，也只不过是个喜欢偷人的烂货，永远上不了台面的三。”小孩气炸了，大叫起来，尖锐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，发出呲呲的噪音。我没有理会，还没等王宇开口讨要说法，就径直挂断了电话。一夜好眠。第二天，我收拾好东西，准备回家。昨天太激动，以至于我都忘记了房子的主人是谁。房产证上写的可是我的名字，腰滚也是江山滚，我何必要离开？想通后，我吃完早饭就往家赶。刚到家门口，我就听到屋里江山的声音，她貌似在跟她的闺蜜聊天吐槽。当然了，吐槽的对象是我。你真要跟江晨离婚啊？江山的闺蜜问道。离婚是他提的，我不答应，岂不是很没面子？两个人过日子，谈什么面不面子的？我看江晨挺好一人啊，又细心，又有担当，重要的是他真的爱你。他跟你提离婚，肯定也是因为气头上了。你说，你跟他计较干什么？不是我要跟他闹，是他先无理取闹。江山说着，叹了口气。你也知道，我跟王宇从小就玩得好，我甚至把果果当亲生女儿对待，可偏偏江晨他不这样想，他总觉得我跟王宇有什么，我都跟他解释过了，他也不听。他看着挺正直一个人，为什么思想就这么龌龊呢？说句不好听的，我要是真和王宇有什么，还轮得到他什么事呢？可是，你再喜欢果果，你跟王宇关系再好，那也毕竟只是外人呀。江晨才是你真正的家人，孰轻孰过，你得分的轻。你要是每次都这么闹，等哪天他真的死心了，你可真就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后悔？江山听悦了，我哪有后悔的份？江晨顶破天也就敢提离婚了，每次不到3天就求饶，他可舍不得真跟我离。我俩都结婚5年了，他几斤几两我还是知道的，大不了过几天我给他个台阶下就是了，反正每次都是这样过来的，这次肯定也一样。江山还是和以前一样莫名自信。我没听下去，推开房门。江山的闺蜜看见我，站起来尴尬的跟我打了个招呼。江山则是冷着脸，知道回来了，还以为你这次能挺个3、5天，谁知道才1晚上就不行了，废物。珊珊，她闺蜜在一旁拉着她的胳膊劝道。江山却没有罢休，继续说：“
你昨天跟王宇吵架了是不是？还骂了果果。果果还小，你跟个小孩子计较什么？待会儿你跟我去趟王宇家，亲自去道歉，听到没有？道歉？凭什么是我道歉？他们讥讽我、侮辱我的时候怎么不道歉？他们阴阳怪气的时候怎么不道歉？到我这里只是合理反击一下，就十恶不赦了。果然，爱不在这里，做什么都是错的。我没有跟他说废话，而是转头去了卧室，收拾起江山的衣物。江山的闺蜜见状，还忙给江山说好话：“江晨，珊珊不是这个意思，她就是玻璃嘴豆腐心，你别放在心上。我就是这个意思。”谁知江山不领情，依旧说个不停。他跟着我追到卧室：“你这动不动就吃醋的毛病也该改改了。你就是心眼太小了，才总是跟王宇起争执。王宇他人好，不跟你计较，但不代表你能每次都这么无理取闹。珊珊，别说了。”江山的闺蜜站在门口小声劝阻：“不说她不长记性，你看看她，我不说，她下次还这样，没完没了。”江山边说边指着我，满脸嫌弃：“我真搞不懂，为什么你就跟个孩子一样，一点都不成熟？稍微遇到点事就要说离婚。你但凡有王宇办点好，我就省心了。说够了没有？”我终于听不下去了，将手里的衣物朝江山的脸上扔过去：“说够了，就带着你的东西滚！”周遭顿时安静了。江山愣了一下，随即发起火来：“江晨，你胆子大了，敢这么对我？不是谁嗓门大就有理。”我淡淡注视着他：“是你不忠在先。江山，我不欠你什么。”“你说什么？”江山皱紧眉头，不敢置信地望着我。他不是惊讶我反驳他，而是惊讶我会以不忠2个字来形容他。以往我们再怎么吵，我顶多也就只是说他跟王宇走得太近，从来没批判过他的原则性问题。因为我想，毕竟是夫妻，还是要给双方一点体面。可现在我不在乎了，我不需要一个3心2意的配偶，这样的婚姻也没意思。我说，冷静期我们分居，但房子是我的，所以现在你可以滚了。江山瞪大双眼，一时间竟忘了反驳，消化了3秒，这才大发雷霆地说道：“江晨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莫名其妙对我发火，还辱骂王宇跟果果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就算是吃醋，也该有个限度吧？你不要太过分了。”“过分吗？”他跟王宇搞暧昧的时候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；他为了王宇跟我吵架的时候，我默默忍受。而现在，我只是提出分居，就算是过分了吗？到底是我过分，还是你恃宠而骄？大家彼此心里都清楚。我淡淡开口：“江山，以前我处处忍让，是因为我爱你，所以我愿意付出。但现在我不干了，你就嘴硬吧，能耐了是吧？要赶我走是吧？离婚是吧？我倒要看看你能忍到什么时候。”江山气得面红耳赤，拉着她闺蜜就往外走，连衣物都不要了。到时候就算你跪着求我，我也不会原谅你。江山和她闺蜜走了，她闺蜜走远了几步，瞥了我一眼，跟她说起了悄悄话：“我看江晨这次不像是开玩笑，你要不还是……你看他这样子，还让我先退一步，那还不如让我去死。”江山气哼哼地说道。她闺蜜没法子，摇了摇头，不说话了。没了江山天天在旁边抱怨这抱怨那，耳根子都清静了许多。过了几天，清晨，我起床给自己冲了杯热牛奶。以往热牛奶都是冲给江山喝的，365天，一天都没懈怠过。但这些行为在他的口中成了无用功，成了理所当然。刚打算喝口牛奶，门锁就开了，迎面来的是江山以及跟在他身后的王宇父女。我这才想起来，赶他走的时候竟然忘了问他把钥匙拿回来。我和江山对视了几秒，他的目光从我的脸上转移到我手上的那杯热牛奶。他诧异了一瞬，然后问道：“给我的？”我脑壳宕机了片刻，才反应过来他指的是热牛奶。他朝我走过来，自然而然地端起牛奶喝了一口，脸上的表情似乎变得好看了一些。“别以为你拿一杯热牛奶就能跟我赔罪了，前几天的事我还没跟你算账呢。”“呵，还真是自以为是啊。”我不悦地将他手中的牛奶抢了过来，倒进水池。“你来干什么？”
江山原本以为我是打算拿牛奶向他赔罪，正沾沾自喜，但看到我现在的态度，又疑惑起来：“你干什么啊？好好的牛奶为什么要倒掉？脏了。”我说完，将杯子也一同扔进了垃圾桶。我望着江山逐渐气愤扭曲的脸，淡淡的问道：“你还没回答我，你来干什么？”我陪珊珊过来拿她的衣服。王宇插了一嘴：“上次我给她整理好了，她没要，我就扔了。”你说什么？扔了？江山大吃一惊：“江晨，你疯了吧？我的东西你全扔了？”他推开我，去卧室翻找，果然没找出有关任何他的东西。衣服没了，我们刚交往时我送给他的8音盒没了，结婚纪念日那天他送给我的袖口没了，就连结婚照也没了。江山愣愣地站在原地：“你真把那些东西全扔了？”我没说话，他也已然明白了我的意思。王宇拍了拍江山的肩膀以示安慰，然后对我说道：“江晨，我知道你是在气我跟珊珊关系好，但你也不能这么绝情吧？给珊珊道个歉吧，你这次做的真的有点过了。”江山茫然地看着我，他不明白我为什么突然变化这么大，竟然萌生出一丝无措。而王宇的女儿还跟着添油加醋：“就是，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坏的坏蛋？你欺负珊珊妈妈，你不要脸！江晨，我真的不想因为我跟果果导致你和珊珊的感情破裂。如果你实在没办法接受我跟果果，那我愿意离开，不会再跟珊珊联系。我只求你好好对珊珊，别再辜负她了，行吗？”王宇苦口婆心地说道：“我知道，他是故意说给江山听的，想博好感。要是放在以前，江山一定会制止他说：‘你不用管江晨，他就是吃饱了撑的。你放心，我们的关系不会因为任何人决裂，连江晨也不行。’然而此刻，江山却无心听王宇的话，还沉浸在刚才的焦虑之中。我叹了口气，只觉得王宇白费力气，何必呢？我不要的东西还抢得这么起劲，就这么喜欢二手货？王宇，别犯贱了。”我说着，看向江山，把钥匙留下，你们可以走了。你是坏人，你别骂我爸爸。此时，王宇的女儿突然发起了疯，抄起垃圾桶里的杯子朝我扔过来，水杯在我脚边砸碎，还好我穿了拖鞋，没伤到脚。我径直走上前，扇了女孩2巴掌。江晨，你干什么？王宇焦急道：“你自己不会教孩子，我帮你教。”王宇的女儿被扇懵了，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。江晨，你有什么气冲我来？果果他还只是个孩子，你凭什么打他？王宇厉声斥责。确认我没有受伤后，江山也跟着附和。王宇说的对，我们大人之间的事，迁怒孩子干什么？好，现在又跟我说这种话了。我不想跟他们废话，直接赶他们走。江山却说道：“江晨，今天我就在这里跟你说清楚，要么你立刻道歉，要么我们真的离婚。冷静期内，你想反悔，我也绝对不会心软。你如果还想要我这个老婆的话，你自己掂量。都到这种时候了，江山还以为我非他不可。”我淡然地望着他，缓缓说道：“你算个什么东西？”江山愣住了：“你刚才说什么？”我说：“你特么算个屁！”说完，在江山震惊的目光中，我关上了房门。门口传来江山的臭骂，见我不理会，没过一会儿就消停了。一天很快过去，直到晚上，我出去吃饭，在饭馆里遇到了江山和她的闺蜜。她们似乎没发现我，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天，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我。你跟江晨后来怎么样了？上次我看他好像铁了心要跟你离婚似的。江山沉默了一瞬，喝了口汤，有些心虚。什么叫怎么样了？就那样呗。就那样？哪样啊？你说话别总是说一半嘛。你们现在和好了没？江山抿了抿嘴唇，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不是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以为他这次提离婚也是跟以前一样，闹个3-5天也就算了。可是，江山的话没说下去，她闺蜜听得焦急万分，怎么会这样？谁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？江山说着说着，忽然灌起了酒。我真搞不懂，明明以前都是这么过来的，怎么偏偏就这次不行？我只是给王宇做顿饭，又不是跟他做爱，
他干嘛那么大反应？还说我算个屁！他爹的，离就离，谁在意啊？离了拉倒！哎呦，祖宗！江山闺蜜抢走了江山手中的酒瓶，还在这放狠话呢。你要是不在意，那你在这里喝闷酒干什么？她闺蜜说着叹了口气，我也是搞不懂你。你说你好好跟人家过日子不行吗？非得插个王宇进来？是，可能你觉得就只是一顿饭，没什么。那江晨也这么想吗？王宇也这么想吗？咱们都是成年人了，你可别告诉我你不知道王宇对你有意思。江山缄默了。就算王宇对我有意思，那又怎么样？江晨既然是我丈夫，他就该信任我啊！一天到晚疑神疑鬼的，把我当什么了？那你就要问问自己做过什么了，是不是自己做过让人误会的事，又或者你的态度过于暧昧？这些只有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江山闺蜜拍了拍江山的肩膀，珊珊，听我一句劝，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重要。难得有人替我说句公道话，只不过江山听不听得进去就是另一回事了。退一万步说，就算他有所改变，我们也回不去了。这场婚姻终究要以失败收场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被门铃声吵醒，开门一看，是江山。他嗫嚅着提起手上的塑料袋，西瓜吃不吃？不吃，不吃就算，反正也不是特意买给你的。江山说着，自来熟的往沙发上一坐。妈喊我们回家吃顿饭，我正好在这附近，就上来跟你说一声。我其实知道他的用意，毕竟以前我们闹离婚的时候，第一次和好就是因为西瓜，第二次和好就是因为我妈喊我们回去吃饭。或许江山确实有求和的意思吧，但对我而言，我是绝对不可能再妥协的。西瓜你带走吧，至于我妈那儿，我会跟她说清楚，你不用去吃饭了。江山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，醋了这么久，也该消气了吧？他叉着腰，有些不耐烦，我都已经主动给你台阶下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江晨，再闹可就没意思了。你还觉得我只是在小打小闹吗？我笑了笑，看向他，这次我是认真的。江山，我们到此为止了。江山张着嘴，愣怔住。他将这句话琢磨了半天，才说道：“什么叫到此为止？凭什么到此为止？江晨，你给我说清楚，我之前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江山，我不是没给过你机会，可你是怎么对我的呢？你只会敷衍我，责备我，牺牲我的权益去跟王宇亲近，光明正大的搞暧昧。你是我的妻子，不是王宇的妻子。如果连我的爱人都胳膊肘往外拐，那这场婚姻还有什么意义？这些话我已经想说很久了。我想过，或许有哪一天我会义愤填膺地向江山控诉出来，却没想到如今我说出这番话时会如此平静。我的内心已经毫无波澜了。江晨，这个笑话可不好笑。江山板着脸对我说：“我能容忍你跟我顶嘴、吵架，甚至提离婚。你度量小，你爱赌气，你容易吃醋，这些都没关系，大不了我多体谅你一点。可是你却跟我说要和我到此为止，要跟我一刀两断，这算什么？”江山越说越气愤，本来是过来服软的态度，现在又变得强硬起来。说话做事要有个度，我没有义务一直陪你玩过家家。他仅存的耐心耗尽，现在对我只有无尽的苛责。我自知和他无法再沟通下去，只好长话短说：“你还有其他的事吗？如果没有其他事的话，你就可以走了。”你，江晨，我真是信了邪才会找你求和。要知道你是这个态度，我才不乐意过来。江山甩给我这句话就离开了。唉，随他吧，只要去拿离婚证的时候他不作妖，怎么样都行。时间过得飞快，江山没有再主动找过我，像是在暗暗跟我较劲。离婚冷静期进入倒计时。有一天下班的路上，碰到一个小女孩骑电瓶车摔倒，我给她扶起来，问她有没有事，她羞涩地摇摇头，道谢后就走了。直到晚上，老朋友喊我出来吃饭，他提起他那个刚大学毕业的表妹。我表妹今年刚毕业，2本，文科的，虽然文凭不算优秀，但她人老实肯干，在学校还得过奖学金的。我听说你们公司正好招实习生，你看看能不能进得去？可以的，你明天让她到公司报到就行。第二天，我见了朋友表妹的面才知道，
原来她就是昨天骑电瓶车摔倒的女孩。昨天去医院看了没有？我问她。拍了片子，还好，没什么事，就一点擦伤。陈敏挠了挠头，有些不好意思。那就行。我点点头。怎么样，工作上还适应吗？挺好的，要学的东西很多，但是组长很有耐心的教我。好好干，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就跟我说。谢谢陈哥。吃过饭了吗？还没呢。一起吧。我带陈敏去了公司附近的快餐店。年轻人能干，也能吃。他嘴里塞了一大口肉包饭，眼睛还直溜溜的盯着旁边服务员端到隔壁桌的干锅牛蛙。我不禁笑出了声，连我自己也没有发觉。自从发生和江山的那些破事后，我就很久没笑过了。能没有忧虑的笑出来，真好。没想到你人小小的，饭量倒是挺大的。我说，是这样的。陈敏边吃边笑，我家里人都能吃，不然你看我表哥也不会圆润成这样。哈哈，那你不是也离圆润不远了？那没有，我光吃不胖，嘿嘿，身怀绝技。看着陈敏一脸单纯的模样，心情都变好了。她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子，我偶尔中午不加班就会请她吃饭。晚上她表哥又经常喊我们一起吃烧烤，一来二去就熟了。一个周末，陈敏表哥叫我们出来聚餐，路上他堵了车，我跟陈敏先到了。正准备挑个位置坐下的时候，才发现后桌竟然是江山和王宇父女。珊珊，你最近跟江晨有联系吗？王宇问。说起来我就气，上次跟他吵了一架，我没联系他，他也不想着主动来联系我，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这日子到底还过不过了。江山抱怨道。这样不是更好？王宇女儿笑着拍掌，那个坏蛋不在，珊珊妈妈就能和爸爸一直陪我了。至于那个坏蛋，管他去哪里呢？说不定跟我妈妈一样，和别人跑了也不一定。王宇女儿说完，不屑地哼了一声。江山听得心里有点不愉快。果果，下次别一口一个坏蛋的叫，要懂礼貌，知道了吗？江山神情严肃地说。还有，江琛绝对不可能移情别恋，以后不准说那种跟别人跑了的话。江山语气有些重，王宇女儿觉得委屈，声音都带上了哭腔。珊珊妈妈为什么突然凶我？王宇见状不对，赶忙解围。果果只是想让你多陪陪她，没别的意思。珊珊，你别生气，这样我代果果向你道歉。我正听得入神，一旁的陈敏忽然喊我：陈哥，愣着干什么呀？怎么不做？江山这才回过头来，看见我跟陈敏在一起，眨了眨眼，足足确认了3次后懵了。他是谁？江山警惕地问道。跟你无关。我领着陈敏去了另一桌位置。江山却不依不饶，追过来说道：江晨，你给我一个解释。我没有义务跟你解释。珊珊，你别生气，男人总有失足的时候，我想江晨他肯定也不是故意的。王宇又在一旁说风凉话，只是这一次江山没有同意王宇的说法，反而反驳了回去。你闭嘴，莫名其妙瞎说什么？我老公爱的是我，只有我一个。江山说着，扭头又看向我。江晨，你把话说清楚，你跟这个女的没有关系对不对？他的目光中满是期冀，又透露着慌乱，我从没见到过他这副样子。你说话啊！见我不语，江山急疯了。你说话，江晨，说话，解释给我听。我刚想开口，一双纤细的手就挽住了我的胳膊。你想要什么解释？我说给你听。陈敏的脸圆润润的，是个标准的甜妹脸，笑起来的时候有2个梨窝，显得天真无瑕。只是此刻她的笑在江山看来无疑是一种挑衅。明明陈敏什么解释也没说，却好像把什么话都说完了。江山张了张嘴，像泄了气的气球，茫然地愣在原地。你看，刚才吵这么起劲，问你又不说了。不过就算我不解释，你也应该知道我跟陈哥的关系。陈敏俏皮地拍了拍江山的肩膀，看你这么紧张陈哥，那应该是很爱他才对。怎么你身边还跟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小孩呢？现在流行1妻2夫制了，还是流行当二奶啊？你……江山被说得涨红了脸。既然姐姐不珍惜，那陈哥我就抢走了。陈敏说罢，拖着我离开饭店，
正巧在门口遇到他表哥。集合后，我们又挑了另一家店去吃饭。饭桌上，陈敏一直在笑。他表哥说他像痴呆，他就嘟着嘴反骂了回去，这才解释起来：“哥，你不知道，我刚才也算是帮人扬眉吐气了一回。”“咋回事啊？”“刚才有个女的找陈哥发疯，我不知道她是谁，但也能猜个七七八八，就帮陈哥兑回去了。”陈敏说着，双手合十向我道歉：“对了，陈哥，刚才冒充你女朋友，不好意思了。”“没事。”我摆了摆手，“我还得谢你呢。”“嗨，小事一桩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虽然我冒充你女朋友不礼貌，但是有我这样年轻又可爱的刚大学毕业的小姑娘给你当女朋友，你不吃亏。”陈敏鬼灵精怪的双手托着下巴，像模仿花朵似的，朝我开屏完，又朝他表哥开屏。“呸，不害臊！”他表哥拍了拍他的脑袋，这张嘴就是吃多了才这么油，回头拿洗涤精给你洗洗。“哎呀哥，净扫人家心。”两个人一来一回，全都笑了。自打在饭店遇到江山撒泼后，为了不被他再次骚扰，我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拉黑，请了1个星期的假出去散心。直到最后一天，我妈给我打来电话：“陈啊，你跟珊珊咋了？她找你找疯了，都不见人影，现在整天浑浑噩噩的。”“妈，你别管她，我打算跟她要离婚了。她要是来烦你，你就打电话给我，或者直接报警。”“咋这么突然呢？出什么问题了？”“一句两句说不清楚，总之你儿子我心里有数。”“哎，行，你心里有数，娘就放心了。”挂断电话，我打开日历看了看，今天是31号，离婚冷静期的最后一天，明天就是拿离婚证的日子。我趁着夜色回了家。第二天一早，刚打算找江山去民政局，打开门却发现他已经等在门口。“这几天你去哪了？”江山抿了抿嘴唇，委屈地问我。他的头发乱了，皮肤变差了，黑眼圈也出来了，整个人的气色都不大好的样子。“出去休息了几天。”我回答他。“跟那个女孩一起去的？”江山反问道，“就为了躲我？”我没说话，不打算承认，也不打算反驳。江山抬着头，努力让眼泪没流下来。“我不管你之前跟那个女孩是什么关系，我就当没看见，以后我们还是好好过日子，行不行？”他几近恳求地问我。我早就说过，我们没可能了。江山身形一顿，眸光暗淡下来，他颓废地低下头，捏紧了衣角。“我不明白，明明你这么爱我，为什么突然就变了？不应该是这样子的。我之前确实很爱你，但自从我发现你不值得我爱后，我就已经不爱你了。”我平淡地说道。江山咬紧牙关，他不知想起了什么，又猛然抬起头，攥住我的手腕。“你还在为之前我给王宇做饭的事生气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才说这些话，故意气我。好，算我输。江晨，我向你道歉还不行吗？”“我向你道歉，你别跟我开这种玩笑了。你知道的，我一向经不起玩笑，我真的很害怕。你别离开我。”江山的一句道歉，我不知道等了多少年。可是当我真正听到这句道歉的时候，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满足。或许我真的已经放下了吧。我摇摇头，甩开江山的手。“江山，别自欺欺人了。不是这样的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就当我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”“已经迟了，江山，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，是你自己不要的。”江山的声音变得沙哑无常，他双眼通红，眼泪不停地在眼眶中打转，终于决堤。他潸然泪下。江山还要说些什么，王宇和他的女儿就阴魂不散地追了过来。王宇的女儿看见江山就抱着他哭：“珊珊妈妈，你这几天怎么都不来陪果果玩了？果果真的好想你，你不要跟那个坏蛋走，你跟我回家陪我和爸爸好不好？”小女孩的眼泪真不是盖的，也不知道是真心疼还是假心疼。我瞥了王宇和他女儿一眼，然后说道：“你心心念念的好初恋好女儿来了，我就不多留了，只要记得玩够了去民政局领离婚证就行。”说完我扭头就走。“江晨，别离开我！”江山要追上来，却被王宇的女儿缠住。“珊珊妈妈，别去找他，我不要你去找他。”而王宇也在一旁帮劝：“珊珊，果果好几天没见你，很想你。”两个人拖住了江山，他眼睁睁看着我远去，终于再也忍不住：“
将王宇的女儿一脚踢到了地上。王宇懵了，他女儿更懵。你没妈吗？一天天的就知道管别人叫妈烦不烦？你特么烦不烦？滚啊！都给我滚！江山边发疯边推搡着王宇父女，都怪你们我才会跟江晨变成这样，我以后不想再看见你们。江山把王宇和他女儿赶走了，随后追我追到了民政局，他像条狗一样祈求别人垂怜。江晨，我求求你了，别离婚行吗？你以后让我做什么都行。王宇我已经赶走了，我以后不会再跟他来往，也不会再随便让别人的小孩管我叫妈妈。你原谅我吧，好不好？我可以给你生孩子，我们生2个，不，生3个，我们一家5口幸福的过日子。我无情的将他甩开，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我做梦也不会想到，江山也会有今天。我们还是离婚了。即便他颤巍巍的拿着离婚证，拽住我的衣服，哭到缺氧，我也没有可怜他，因为这是他应得的。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多么难得的丈夫人选，也没有自负到自己的抽身而退是对对方最大的惩罚。只是，当看到江山为我难过时，当我想起我曾经相似的经历时，我还是会不禁感慨：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倘若每个人都能守住本心，安安分分的过日子，恐怕也不会出现那么多失败的婚姻了吧。全文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故事，喜欢就订阅吧。